被水淹没了，走了，尸体还在家里，被泥土都掩盖了。我先生跟我儿子去救我妈妈，也差点也被淹没，所有的家当通通没有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这几天啊，被这个台风闹的，外面都是灰蒙蒙的，雨已经下了2天了。就在9月23号下午，台湾花莲那个堰塞湖，一座悬在头顶上的水炸弹它炸了。那个画面你们都看见了吧？那哪是个小溪流水哗啦啦呀？那根本就是一整个军团的泥石流啊！很夸张哦，冲上来了，冲上来了，真的很夸张哎。啊，脚不见了，脚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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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黑乎乎的泥浆、石头、断掉的树，轰的一下就灌进了复兴市区的民宅。昨天呢还是个温暖的窝，今天就变成了烂泥塘。那个房子就跟纸糊的一样啊，瞬间就被冲垮了，冲没了。最新的新闻数字又跳了一下，17位乡亲就这么没了，几十个人受伤，在医院里躺着，还有上百个人到现在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是死是活，家里人急得都快疯了。每次出现这种大事咱们老百姓心里面都会打个问号，这到底是老天爷不长眼，还是有些人不做人？刮台风下暴雨那是天灾，咱认了谁也管不了老天爷啊。但是吧，一个明知道有危险的大水池子悬在家门口好几个月，难道我们就只能天天烧香拜佛，祈祷它别掉下来吗？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座要了命的堰塞湖，这笔血债到底该记在谁的账上？今年7月份，这个马太安溪的堰塞湖它不是孙悟空不是从这个石头里砰的一下蹦出来的。早在7月份，一个台风刮过来，山塌了，轰隆隆的土石方就把溪给堵死了。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这就好比是你家洗水池的下水道堵了，但是你还在不停的往里面开水，那这个水会怎么样呢？它会越积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呢就漫出来了，把你家给淹了。这堰塞湖就是这个道理，上游的水是天天流，下游呢出不去，这不就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水气球吗？谁都知道这个气球吹到头了，不是砰的一声炸掉，就是要赶紧给它撒撒气。花莲的父母官徐祯卫县长他们也不是傻子呀，从7月份发现这个鬼东西开始，就急的是火烧眉毛，不停的给台北的中央政府，给赖清德、卓荣泰这些大官们打报告发公文，就差没有跑到台北去敲锣打鼓了。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各位领导，我们家门口悬着一颗水炸弹，很危险，随时汇报，赶紧来处理啊！而且呢，花莲政府还不是光会喊救命，他们连办法都想好了。他们翻出来以前的旧档案，说南投县以前也碰到过一模一样的事儿，当时是咋解决的？是用炸药搞控制性爆破，说白了就是派这个专家过去，算好位置砰的一声，给这个大水坝扎开一个小口子，让这个水有地方可以慢慢的、安全的流出去。这可是有成功案例的不是瞎胡闹结果呢，县政府的求救信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大楼里开始了公文旅行，从这个部门呢飘到那个部门，大家都在上面盖章画圈，就是没有人拍板说干。一直拖到了8月中，连立法院，就是那帮天天在电视上吵架的蓝绿白3党的立法委员们都看不下去了他们难得意见统一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不能再拖了，赶紧开会通过了花莲县政府的请求。花莲自己选出来的立委傅昆萁，那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是求爹爹告奶奶，说不仅这个湖要处理周边的山土都要赶紧加固，不能再死人了。结果高潮来了你猜那个天天把有政府会做事挂在嘴边的农业部门是怎么回复的？他们的头站出来，拍着胸脯对着全国的媒体打包票，说哎呀，大家放心了，我们有派专家在看，这个堰塞湖结构很稳定，很安全，没有垮掉的风险啦。哎喂，大哥，这是一个装了快1亿吨水，相当于一整个南化水库的水炸弹呀！你跟我们说没风险，
中央的农业部门这些所谓的专家不但反对用炸药，连说挖一条小水沟让这个水能先流掉一部分的方案他们都不同意。那他们到底干了啥呢？说出来能把人气笑哦。他们搞了2个事情，叫强化监测和通报演练。这什么意思啊？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啊，跟你说你身体里面长了个大肿瘤，而且呢天天在长大，你吓得要死，问这个医生咋办呀？医生不给你开刀，不给你吃药，他跟你说啊，别担心，我们买了全世界最高级的仪器，天天照着这个肿瘤观察它的变化。另外呢，我们还组织了全医院的护士天天演练，如果有一天肿瘤突然爆了，我们该怎么用最快的速度帮你抬到太平间？我的妈呀，这是人能想出来的办法吗？这不是把老百姓的命当儿戏吗？这不是草菅人命？什么才是草菅人命啊？今天这17条人命，是不是就是为你当初那句轻飘飘的没风险陪葬的？这第一宗罪，你中央政府赖掉吗？该来的还是来了啊，悲剧还是发生了。9月23号下午啊，那座很稳定的堰塞湖啊，它不稳定了，它垮了，水连带着成吨的烂泥冲下来了。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死了这么多人，当官的，尤其是官当的最大的那个，是不是得第一时间站出来，对着全国人民，对着灾区的乡亲们，鞠一个90度的躬，说一句对不起，是我们没做好，是我们努力不够，让大家受苦了。这要求不高吧？结果呢，台湾的行政机构大老板卓荣泰院长，他老人家不光没说一个欠字儿，那甩锅的速度比火箭还快。他跑到灾区不是去安慰灾民，而是板着个脸，手指头直接戳到花莲县长徐榛蔚和光复乡公所这些基层人员的鼻子上，大声的训斥他们说，是你们撤离不力，有瑕疵。哇，这一句话说出来我整个人都傻了，三观都震碎了。这是什么神操作啊？傅昆萁委员当场就跟他吵起来了，指着他的鼻子问，院长，你今天给我说清楚，全台湾的堰塞湖到底是中央政府管还是地方政府管？卓院长是被问的哑口无言啊，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为啥呀？因为他心里面明的跟劲儿似的呀，他知道这个事儿不占理啊，眼看着吵又吵不赢，理又说不通，咋办呢？卓大院长呢使出了当官的必杀技，我发火了，我把袖子一甩，气冲冲的转身就走。你们这是在浪费我跟部会首长的时间，我要去救灾。我的天哦，你可拉倒吧！到底是谁在浪费时间啊？是谁在死了人的灾难现场还在那搞政治斗争，玩这种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的幼稚园游戏啊？这第2宗罪啊，就是灾后推卸责任，冷酷无情。各位，如果说前面这2宗罪啊是当官的冷漠和不要脸，那这第3宗罪，那真的就是连最基本的人性都给扔了，简直是丧尽天良啊！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啊，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心都是揪在一起的，大家都在这个手机上为花莲祈福，都在想办法捐款捐物，为灾民祷告。但是呢，就有那么一小撮人啊，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怎么去救人，不是怎么去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而是怎么利用这场悲剧去攻击他们的政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吴思瑶公开发表不实言论，造谣说堰塞湖垮掉的时候，花莲县长徐榛蔚根本不在台湾，跑到外面去逍遥快活了。那事实呢？事实是，灾情一发生，徐县长穿着雨鞋，第一时间就冲到了烂泥堆里，勘察灾情，指挥调度，慰问哭到瘫软的灾民，忙得几天几夜没合眼。从台北急着赶回花莲的傅昆萁委员，因为这个桥断了，路也不通，硬是开了8个多小时的车，绕了一大圈才回到灾区。这些民进党的政客们，你们的眼睛是瞎了吗？还是你们的心早就被政治的脏水给染黑了？比这些政客更可恶的是那些躲在键盘后面连脸都不敢露的绿营侧翼网军，他们竟然在网上发文章说花莲这次淹大水是报应。什么叫报应啊？17条人命叫报应，上百个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叫报应。你还是不是人啊？你家里面难道就没有父母妻儿吗？讲这种话，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花莲的乡亲们到底是挖了你家祖坟了，还是抢了你的饭碗了？要被你们这样子恶毒的诅咒，在人家血淋淋的伤口上再狠狠的撒上一大把盐。为了这个政治斗争你们真的是可以斗到连人性都不要了吗？
还有那个民进党的王世坚委员，平常在电视上作秀博眼球就算了这个时候也跳出来对着媒体大声嚷嚷说花莲县政府毫无作为，矛头直指傅崐萁和徐榛蔚。我请问一下王大委员你人在台北的豪华办公室里吹着舒服的冷气，你有看到花莲的消防员、国军弟兄、地方的公务员和无数的志愿者是怎么泡在冰冷的泥水里，用手一点点的挖去搜救幸存者的吗？你除了打口水战，你为灾区做过一件实事吗？这就是民进党这就是他们嘴里面说的爱台湾。灾民在哭，他们在算计；家园被毁了，他们在造谣。这第三宗罪就是冷血无情，丧尽天良。各位朋友，台湾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有人情味、讲道义的地方，但是这一次我们在赖清德政府、卓荣泰内阁和这些绿营政客的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对老百姓的疼惜。我们不想远到，就看看台湾过去20年，每一次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只要是官员有明显的疏失，就必须得下台负责，这叫政治责任，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规矩。2009年88风灾，高雄小林村被灭村，总共死了失踪了超过700人。当时的行政院长刘兆玄，他有没有赖在位子上不走？没有他率领整个内阁团队集体辞职。2000年嘉义的巴掌溪事件，4个工人在溪中间施工，突然大水来了，他们爬到石头上苦苦等待救援，全台湾的人都通过电视直播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等了几个小时，最后没等到直升机，活活的被大水给冲走了。当时只是行政院长、副院长的游锡堃，他有没有推卸责任？没有，他第一时间就宣布辞职，一肩扛起了所有的批判和责任。这叫什么？这才叫一个政务官该有的骨气和担当。那我们反观现在呢？花莲死了17个人，上百人失联，家园满目疮痍。赖清德有没有为他手底下这些失职的官员辞掉民进党的党主席？没有。卓荣泰院长有没有为了他错误的决策和灾后恶劣的甩锅行为辞掉行政院长的职务？也没有。他就像是个没事人一样赖在那个位置上，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毫无关系。但是卓荣泰我告诉你，你也别以为你能赖得住，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眼泪是滚烫的。这17条人命的重量这几百个破碎家庭的悲伤，会像一座看不见的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气儿来。你或许可以躲过媒体的质问，你或许可以靠着党内的保驾护航，但是你躲不过全台湾人民的愤怒，你更躲不过历史的审判。卓荣泰的下台呢，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老百姓的要求不多，只要一个公道，只要一个会把人民的生命当回事的负责任的政府，给乡亲们一个交代，给受灾的百姓一个希望。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